看着這隻失去半邊臉的狗狗，訓犬師感覺心都要碎了，一句句對不起從他嘴裡說出。因為他不知該如何安慰眼前這個以淚洗面的主人，畢竟換做誰都無法接受自己的愛犬在幾天前從一隻可愛的小狗突然間就变成了今天這副模樣。狗狗是女主人和表哥去年從狗肉馆门口救助回来的，當時所有的狗都在狗肉馆门外的车斗裡瑟瑟發抖，有的甚至被嚇得大小便失禁，唯獨這隻小柴犬躺在那裡呼呼睡大覺，沒心沒肺的模樣一下子戳中了2個人，最終以5萬韓元的價格從老板手裡將它買下。死裡逃生的小柴並沒有保留同伴被殘忍殺害的痛苦回憶，他在兄妹倆的用心呵護下健康成長，一切看似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2周前的一場意外打破了他們原本幸福的生活。當時兄妹2人搬了家，小柴因為對新環境的不適應，每晚都會發出刺耳的吠叫，再加上房子隔音不好，隔3差5就會收到鄰居的投訴。於是女主人和朋友做足了功課，找到當時廣告宣傳力度最大的訓練所。訓練所負責人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狗狗去他們那裡訓練1個月，敏感吠叫的問題就都會解決。做這期視頻時，我特意去查了這個訓練所。這個訓練所的首席訓犬師是韓國大學排名前3的一名在職教授。在這樣強大的背書下，女主人只能選擇無條件相信。可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個地方，讓本來乖巧可愛的狗狗永遠地失去了半邊臉。在小柴進入訓練所第5天，女主人就因為太過思念愛犬前去看望。沒想到在看到狗狗的瞬間，女主人直接崩潰了。那時狗狗的整個左臉已經嚴重腐爛，它被單獨關在一間鐵籠裡，完全沒有被醫治的痕跡。從那以後，女主人每天都會收到訓練所負責人的短信，內容大多是辯解狗狗臉上那些傷口都是她自己抓壞的，並且埋怨女主人搞砸了她的事業。然而更讓人感到氣憤的是，訓練所負責人保證，如果女主人能夠對此事不再追究，同時讓狗狗就此回歸汪星，他們會賠償給她一條一模一樣的柴犬。然而小柴並沒有隨他们的願，他堅強地活了下來。為他手術的醫生第一次見到狗狗時也被嚇了一大跳，他一眼就看出這種程度的傷口根本不是狗狗自己抓傷的，倒像是某種牽引器具造成的勒痕和刮傷。他推測有人用什麼東西用力拉着嘴牽狗，雖然經過檢查發現狗狗的傷口已經結痂，但這個部位非常尷尬，很難長出新的皮膚，而且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植皮，否則狗狗的傷口一輩子都無法愈合。但即便這樣，小柴都對人毫不設防，僅僅幾次換藥複查，他便成為了寵物醫院人見人愛的人氣王，所有人都喜歡這個見人就瘋狂搖尾巴的小狗。當節目組第一次上門時，面對陌生人的狗狗表現得非常親人，他對着工作人員哼哼唧唧的撒嬌，失去的左臉在此刻似乎對他沒有任何影響。但當他進食時便出現了問題，左臉的缺失導致牙齒外露，吃飯時總會有飯粒從旁邊掉出，每次吃完飯女主人都要小心翼翼地為他擦乾淨嘴邊的食物殘渣。可即便生存已經如此艱難，狗狗卻依然向往外面的世界。當路人第一次看到他的臉時，都心疼地流下了眼淚，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被人類無情傷害的小狗，現在依然會如此的陽光開朗。他們親切地和小柴互動，小心翼翼地彎下腰安撫他，而小柴應酬完所有的社交後，就會在草地上暢快地奔跑。只是跑着跑着臉上就會流滿鮮血，因為沒有皮導致結了痂的傷口再次撕裂。女主人只好抱着掙扎的狗狗回家。她知道她向往自由，但她更心疼狗狗殘破受傷的身體。到家後，閨蜜帶着2隻小比熊前來做客。3隻狗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但自從小柴受傷後，2隻狗對她的態度發生了180度轉變。他們會想盡辦法躲着她。小柴似乎還沒意識到尷尬的局面，依然湊上前熱情地打招呼。可小比熊全身都在拒絕，朋友只能無奈將他們分開。可小柴的熱情卻絲毫不減，看狗狗如此開朗，女主人的心裡五味雜陳。因為小柴自從出事後再也沒有與她親近，她可以跟攝影師熱情互動，對自己主人的呼喚卻始終不理不睬，故意扭過頭不去看她。一人一狗好像只是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而已。與此同時，小柴在受傷後養成了照鏡子的習慣，起初女主人還會進行阻止，她不想讓狗狗看到自己的臉難過，可小柴的執着讓她無奈只能作罷。就這樣，狗狗時不時地看着鏡子中的自己發呆，她似乎也意識到了什麼，但卻沒法表達。女主人將這一切都歸咎於自己，她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讓狗狗原諒她。訓犬師心疼地看着小柴的錄像，他也不知道自己能為狗狗幫上多少忙，但為了這個可憐的小家伙，他還是決定嘗試一下。進門後，小柴還是一如既往地對陌生人表示友好歡迎。訓犬師在跟他進行簡單互動後，就誇讚起女主人。他說狗狗被他照顧得很好，現在這種熱情旺盛的經歷，離不開女主人每天起早貪黑地為他擦藥。至於狗狗為什麼對陌生人熱情，卻偏偏對他愛答不理，訓犬師也給出了答案。原來身體出現問題的狗狗在和真正喜歡的人在一起時，會刻意保持距離。他們不想這些痛苦傷害到所愛的人，所以小柴一定是很愛女主人。同時狗狗現在應該感覺很委屈，在他的潛意識裡，他不會認為是主人將他送到了那種地方，因為大多數狗從來都不會对自己的主人有負面想法，他們只會覺得是因為自己的過錯失去了主人。當得知真相後，女主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傷心的痛哭。她沒想到年紀尚小的狗狗居然獨自承受了這麼多。訓犬師此時也哽咽了，一句句對不起從他嘴裡說出。如果可以，他真的不想再讓如此善良的人難過了，可他又沒辦法眼睜睜看着狗狗被主人誤解。於是短暫沉默後，訓犬師說出了狗狗行為反常的原因。
原來當女主人將受傷的狗狗帶回家時，她一定覺得自己是幸運的，感激主人的同时又怕主人因为自己不再漂亮将她遗棄，所以才会出现照鏡子故意躲避主人視線的行為。女主這時已經哭成淚人，她終於明白了狗狗的心意，眼看誤會解除，訓犬師打算先帶狗狗出去散步，緩和一下雙方情緒。就在這時，一隻馬爾濟斯被小柴吸引而來，可只是互相對視一眼，馬爾濟斯就驚恐地跑走了。他在不遠處靜靜觀察着興奮跳腳的小柴。訓犬師表示，馬爾濟斯其實很樂於交朋友，只是小柴因為失去左臉導致牙齒外露，這會讓馬爾濟斯誤認為小柴非常生氣，不願意和他交朋友。但他還是願為友誼的小船重新洋溢四番，在不遠處標記了一處地點。這個行為就是在告訴小柴過來聞味道，下次再見面時就可以嘗試打招呼。這就像人類之間的遞名片行為。如此看來，小柴身邊真的有很多人在幫助他，無論是暖心的小狗還是友善的路人，他們都在給予狗狗最大的鼓勵。最後，訓犬師幫女主人找到一家更好的醫院，在這裡狗狗接受了全面的檢查，專家給出了最好的治療方案，並承諾會親自為狗狗進行面部修復手術。可女主人卻始終開心不起來，因為自打狗狗受傷之後，她就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回家全心全意地照顧愛犬，早就沒有了經濟來源。巨額的手術費讓她根本無力承擔，可能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節目一經播出後，迅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訓犬師也第一時間開通了捐款賬號，短短7個小時就籌集到了980萬韓元。主人剛開始聽到這個消息後還不敢相信，他的心情無以言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向這些好心人表達感謝。醫院這邊也立刻為狗狗安排手術，預計手術時間10小時。主人懷着焦急的心情在外等待，期間狗狗因為大出血導致手術突然中斷，這讓眾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好在最後結果是好的，伴隨着麻醉蘇醒後狗狗的一聲聲吠叫，主刀醫生抱着他走出了手術室，女主人也在這一刻泣不成聲。之後專家向他展示了狗狗術後的成果，可以清晰看到他的鼻子上已經覆蓋了皮膚，後續康復如果順利的話，效果會非常非常好。聽完專家的話，主人懸着許久的心這才終於放下，但他現在還不能夠接觸自己的愛犬，因為狗狗術後還需留院靜養一段時間。半個月後，主人和訓犬師一行人來到了醫院，狗狗這一次沒有像之前那樣回避主人，它親昵地舔着主人的臉，熱情地和每個人打招呼，站在原地瘋狂搖擺，好像是在檢驗手術成果一樣。久違的笑容重新出現在他的臉上，這一刻他失去的東西似乎全部回來了。看着狗狗如此明朗的表情，訓犬師打心眼裡為他高興。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在狗狗傷勢有所好轉之後，節目組又去走訪了涉事訓練所。當時訓練所已經因為小柴的事情停業整頓，工作人員起初對節目組避而不見，甚至出口謾罵，好不容易才撥通所長電話。電話裡所長講述了小柴所屬訓練師的說辭，他稱狗狗臉上長了一個拳頭大小的腫塊，因為養才不停抓鬧，最終導致受傷。事後他們有想着把狗帶去醫院治療，可是小柴在這期間並不配合，多次咬傷訓練師，就這樣耽擱了很久。隨後節目組詢問所長在事後是否對主人有過彌補措施，所長稱他為狗主人支付了500萬韓元的醫療費，同時雙方協商此事到此為止。可事情其實並不是這樣，據女主人講，所長在事後並沒有和他有任何聯繫，更沒有支付任何醫藥費，僅僅只是返還了訓練費用的1/3，隨後就直接消失了。那麼究竟誰說的才是真相呢？隨着事件的發酵，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發聲。原來他們的狗狗也都曾在這個訓練所接受過訓練，再次接回時身上也有被虐待的痕跡。最終事情真相大白，因為引起众怒，訓練所最後迫於壓力選擇了關閉，真的是大快人心。相信過不了多久，小柴也會徹底恢復，祝願他越來越好。